日本拳王自称受到保佑，上场之前大吼大叫，山东硬汉实在是忍受不住，上场猛砸重拳，把日本选手打的是哭爹喊娘，血流不止，紧急送往医院保住狗命。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比赛没有错啊，中日对决，你可以看到眼前正在出场的就是来自于日本 K1 的日本羽量级王者速伦幸日。哎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伙大吼大叫的啊，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愤怒的大猩猩。目前战绩呢7胜1负4 KO 啊，而且这个家伙在赛前也是非常的嚣张，对了这个日本的某一个靖国神策啊，祈求诸神庇佑，而且是说得到这个日本老祖宗保佑了啊，一定可以战胜这个我们的中国选手。那么这个家伙到底可不可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一下。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火麒麟王赛，而蓝方选手则是速伦幸日。啊，这个家伙啊，哎呦，别看之前长得蛮壮硕的啊，但是跟我们的山东大汉王赛这么一比啊，差点意思了，皮肤黝黑。我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呢，还是这个日非混血呀？就在升自己的级别，现在打80公斤。王赛呢有着散打的训练背景，后来转型打 MMA。我不知道日本选手他的柔术底子怎么样，但是日本啊，他们在柔道跟柔术上应该是推广的很好。对，很多日本选手啊，在这个站立层面上啊，在地面本身就有着这个学校的教育，在上学的时候就有着这个对柔道的教育。对，所以呢，很多选手在交劲儿上和地面控制上都不错。其实从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看王赛在打站立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优势啊。对手反击都没有出来。现在，双方在近距离纠缠。这个进入了卫生外边。这个就很尴尬。哎呦，漂亮，成功将其带入地面。好的，王赛接连的砸拳，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速伦幸之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现在来看的话，这家伙抗击打能力是真不错啊，铁猩猩啊，非常非常的抗揍。但是之前我们的这个王赛也说了啊，作为一个山东大汉，绝不能容许这个小日本子去完靖国神策之后还能活着走出擂台。当中啊，王赛现在经常会用一些中段的这种侧踹腿。对手似乎啊对王赛的整个这个人呐，颇有忌惮，现在不敢做动作。很漂亮的一拳。后手。日本选手确实是有一点点不太敢做动作。你看这个前手也是出得很勉强。对。侧踹腿。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 MMA 水平其实很高啊。是的。包括韩国、日韩这2个国家 MMA 水平，其实相比较来说，比中国的 MMA 水平要高很多。对，因为这个日本呢，最早还诞生过非常著名的赛事 Pride。在 UFC 诞生之前的 Pac Region 这个 MMA 比赛啊，也跟日本有很大的关系。对。类似的其他的有，并不是这个 Shoot Boxing 啊，还有另外一个拼法的 Shoot Boxing，Shooting 或者。都是 MMA 比赛。对。它的 MMA 基础整个的就非常群众基础非常大。是的。我们再看站立上，王赛是一点不吃亏啊。刚才一个前手明显的击中，但是我很佩服日本选手这种抗击打，他们的这种毅力啊，确实是漂亮，连续的突进击打。王赛这个进攻路数还是比较凶的。对，王赛可以看到速伦幸之也是有一些承受不住对手这个打法，自己适应不了。那么也可以看到啊，王赛现在还是想找机会啊，还是想打一波爆发，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MMA 比赛经常会进入地面时间。王赛这个侧踹啊，使用啊，应该说现在在赛场上很少，尤其是中国运动员现在已经用的越来越少，无论是踢拳还是 MMA。对。但是反而呢，我们看到很多美国选手，比如说
腿炮，比如骨头琼斯这两位 UFC 的名将会经常用到，侧踹就会用的特别好。当然他的侧踹会有改变啊，对，并不完全是中国散打式的那种侧踢，对。其实随着技术的交流，不同的这种搏击术啊，或者不同搏击规则基础，这时候是一个王赛想进入地面，好，主动抱摔，对手呢是做了王赛过来了，转移很快，转移到侧面，看看王赛能不能转到更好的位置。好，王赛慢慢的在布置，现在是侧面，袭击身体，砸击，对手这个移动很好，但是王赛这个转移很快，拿到背部，还有20秒。好，裸脚这手进去了，拿背啊！好，王赛又转移了动作，还是要做更多的拳法打击。对手也一直在换位置。对手，这个对手的反应很快啊，怎么就忽然就这么起来了呢？刚才那下没有看清楚，怎么突然就换出来了？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第一回合比赛，我们的王赛打得还是很凶的啊。相比之下，苏伦兴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地方啊，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少。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是混合的武术嘛？对。但是近2年，对手就这么其实是王赛放弃了这个背部的控制，只是要做打击，所以当对手呢就有机可乘。对。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开始。王赛依旧是面对着这个苏伦兴智啊，还是想往这个内围去压的。不过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兴智可能不太给我们王赛这个机会啊，在中场不停的晃荡。好，两个人近距离纠缠。这个日本选手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一个选手。因为刚刚他在他的手臂啊，在王赛的背部交叉的时候，正好是捞住了一条围绳，自己意识到，然后迅速把把位松开，重新做进入地面。好，地面。看得出来这一下日本选手的摔法还是不错。是，但是呢，在地面转换的时候啊，两人的王赛呢现在是控制住对方的一条腿。对。看看王赛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位置转换过来。好，王赛出身袭击，顶击，又换了一个位置。肘法右手。王赛要把他拖入地面吗？在这个距离下呢，两人有时候打围绳打 MMA 啊，有时候就会漂亮，又一轮的吃劲啊，力量上的比较。台下这个团队还是在观摩着两位选手啊，适当的做出提醒。这个毕竟是需要提醒这个选手看不到的地方啊。刚才王赛一个很漂亮的肘击，其实王赛应该可能自己也会想更多的打站立。日本选手在整个的频率上确实是有点主动性也有点差。对。我们看到王赛的右脚上缠着厚厚的胶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右脚有一些伤啊？一个小绊子，对，拿好位置。这个半摔啊，在过去散打名叫保利高经常使用，现在呢很少见这种技术了。对。好，那么先来看的话，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格斗的赛制嘛，所以说兴致肯定是更想去往地面去带啊。这个号称金刚不坏的人怎么这样呢？受到攻击就跑，
扛揍这个家伙肯定是扛揍的。79年散打运动试点的时候啊，为什么当初总结了全腿摔这样一个技术放在散打规则里头，就是明显的觉得这个中国式摔跤啊有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摔法技术，整个在场面控制上这个摔法呀，我们在 MMA 叫 take down 把人弄倒的技术确实非常好看。对。其实，在 MMA 这个一个 take down 呢，它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介绍，就是弄倒对手。对 ，take down 把对方弄倒。但是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教术或者武术里面分得很细。是。散打有快跤，包括其实是跤法，中国都有很多流派，有4大跤程的说法，还有蒙古跤，还有抱腿式摔跤等等，有很多了。对。现在比赛好像进入了一个比较焦灼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节奏呢，两个人都有点慢。对，两个人不知道是在寻找对方的漏洞呢，还是体力上有问题。现在整个比赛的节奏有点缓下来啊！哎，好，王赛前手，又一个肘击，又一个肘击，王赛几次的肘击都已经击中对手啊！好，又是一个肘击，继续，对手也有点晃了，能不能抓住机会？王赛要抓紧，还有26秒，要扩大战果。对手还是很聪明，转出来不让自己处于那么被动的一个位置。对手这个意识很好。当王赛出弧线性腿法的时候，一个中线的迎击，但是要扩大战果，这样的话，你只是破坏掉了王赛的这样一个鞭腿。好的，第2回合比赛正式结束。第2回合啊，对于素伦兴之来说，这个体能消耗还是蛮大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第3回合比赛马上开始。这是第2局比赛后半段这1分多钟里面是一个双方比较尴尬的一个时间。是我们看王赛这个砸手配合前手平勾，后手对。看日本选手的这种战力，所有的进攻啊，其实并没有对王赛形成很大的威胁。所以不相反，王赛的几次肘击也好，还是拳法也好，都能有效的击中到对手。是。OK， 第3回合比赛，最后一回合了啊，决胜局。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先按耐不住啊？在 MMA 比赛当中啊，当体能出现问题的时候，超过了3分钟之后，体能会进入一个极限，对，会进入一个瓶颈阶段。这个瓶颈阶段很容易被降服，很容易被 KO。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很多人说 MMA 运动很暴力，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第3局开始，双方已经有了几次的交换进攻这种，但是战力上我觉得还是王赛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王赛如果想快速的拿下来，还是要更主动一点。是。王赛刚刚这几拳啊，打的不是很准，动作是做出来的，有干扰功能，可是没有实际的打击功能，打击效果起不到。其实对手我感觉可能对王赛的这种进攻心里肯定是会有抵触，有害怕性。对。而且我觉得这两人今天这场比赛啊，有点怎么讲叫打不到一块儿去。对。双方好像这节奏也好，还是身体技术也好，是差着一道坎儿。对，王赛刚是一个拳腿组合。好的，漂亮，可以看到苏伦兴之现在也是来回的连续假动作啊，试图糊弄我们的王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效果不大。哎呦，好，连续2次肘击，哎呦，这2下太凶了。可以看到苏伦兴之这个眉骨已经是被干开了啊，一记血口，还能不能坚持住？立马转入贴身的这种贴身战。已经出血了。这个王赛的肘击啊，已经是给对手啊眼角打开那个口子。王赛又是用肘击故技重施，又是一招，又是一招。继续，日本选手现在只能以玩命的这种贴身啊，来制止王赛的这种近身进攻啊。这时候呢，这个日本选手交劲儿很好，王赛呢一时也很难摔倒对手。对。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双方没有明显的动作，这时候裁判是有权利分开重新来的。
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右眼已经肿起来，左眼眼角已经在流血了。王赛又打近身，肘击，又是肘击，连续的肘击。双方到现在为止体力还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看来王赛在泰国训练一段时间的时候，对这个肘法运用很有信心啊。是。好，这回合的比赛呢，还剩1分20秒钟。好，王赛主动抱摔。好的，连续的骚扰之后，又一次下潜抱摔。王赛啊，还是想要打这个地面的，跟他在以前的这个 K1 的时候打比赛老样子啊。确实还是更喜欢打这个地面。其实我国的这个国内综合选手地面好的确实也是不多，偏站立的时候更多了。进入地面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场比赛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3局双方几乎没有怎么在地面占用太多的时间。是的，包括现在国际上很多的 MMA 比赛，地面时间是越来越少。还有最后的33秒钟，王赛能不能在时间结束之前能结束他呢？结束他的对手，来自日本的速轮幸志。又是一个后手，最后的10秒钟。好，两人在最后10秒钟拼了起来，拳腿都有。好，时间到了。哇，这场比赛3局。好的，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小日本子竟然能扛住我们王赛3回合的进攻啊！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最后的判定结果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把这个战局打得特别火爆，相对来说互相都没有找到对方的节奏。对，第3局后半段还稍好一些，就像两军对垒一样，你在3号高地，我在7号高地。对，前2局双方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交火点。哎，我们看这个王赛的这个肘击啊，就是一个肘击，明显的，哎，对方的口子因为打开了，就是这时候，又是一个肘击。王赛这场比赛对自己的肘很有信心啊。对。连续几个肘击，其实把对方这后半段的这几个肘击啊，你看很重的。对。漂亮，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王赛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看来不管你去哪儿，你去什么神策拜啊，最终也是没有用的。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王赛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